我娘说我是狐媚体质，最适合进宫勾引皇上，于是爹就花钱让我进宫选秀。选秀当天，皇上坐在高处问我：天王盖地虎，皇上好威武。宫廷玉液酒，不知有没有？皇上脸色更沉了。中国技术哪家强？皇上带领之下创辉煌。本以为我全部答对，皇上会重赏我。下一位。谁知皇上沉下脸，我心中疑惑，难道不对吗？就这样，我进宫3年，一直是一个7品方姨，我没有争宠的念头。身为一个弃妃，我只想要自由，只要不被翻牌子，我就能苟到25岁出宫。到时候我直接帮10个男模左拥右抱，夜夜笙歌。可没想到，这句话偏偏让皇上听到了。我要给你升职，要给你封号，我要给你独宠。你身上好香啊！陛下，你听听臣妾的心慌不慌？于是我就成为了后宫第1宠妃。皇上今年选秀，宫里可是多了不少的姐妹。瞧瞧这一个个水灵的，臣妾都觉得自己老了。我认识这个声音，她是宠冠6宫的贵妃沈兰珠。每天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，我都能听见这个声音。咦，这不是苏芳仪吗？也是出来逛园子的吗？还没等帝王说话，沈贵妃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妾陶然居芳仪苏氏，给皇上贵妃娘娘请安。皇上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低沉的男声响起，这是我第2次听到皇帝的声音。上一次大概是在3年前选秀的时候，当初跟我一起进宫的妃嫔早已经都提了位分，只有我的位分专一的让人心疼。如今3年过去了，我还是个方姨。也就是因为如此，我不但未能承宠，更被帝王从此遗忘在后宫之中。也只能说我倒霉，轮到我承宠的那天，恰好我的月事提前来了。瞧着帝王跟沈贵妃的背影，在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。今天自己在这里出现，怕是被沈贵妃给记住了。后宫之中，贵妃沈兰珠的容貌绝对算是艳压群芳。别看她平时总是一副温柔舒婉的模样，可我明白，她可不如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般温和无害。毕竟是入宫多年的女人，而且已经到了贵妃之位，这么多年荣宠不断，定然是有些本事跟手段的。身处后宫，想要生存下来，不只靠脸蛋，还得有手段。主子，身旁紫檀有些担忧的声音传来。她跟着我已经入宫3年了，3年中已经让她见识了太多，我不想理会身后或羡慕或嫉妒的视线。走吧。紫檀应了一声，扶着我向着陶然君归去。回到陶然居的时候，已经是15午了。瞧着空无一人的陶然居，很明显那些奴才们又跑去偷懒了。我入宫3年不得宠，皇上早把我忘了。后宫向来捧高踩低，不受宠的主子连奴才都敢欺负。紫苏呢？对于宫人们的怠慢，我并不在意，这是早就想到的结果。只是自己的另一个陪嫁丫鬟也不在，这让我有些奇怪。已经晌午了，想必是去给主子取午膳了。只是7品方姨还是不受宠的，御膳房的奴才都懒不来给送吃的，所以平日里都是紫苏自己去取。听紫檀如此说，我点了点头。我坐在桌前，伸手给自己倒了杯茶，慢慢的啜饮着。紫苏很快便回来了，只是脸上带着怒意。见她如此，紫檀赶紧把她拉到一旁。再怎么说，主子也是正7品的方姨，他们怎么敢如此怠慢？紫苏将饭菜端了出来，只有1菜1汤，加上1小碗的精米饭。瞧着桌上的饭菜，紫檀的脸色也不好看。这御膳房克扣的未免太厉害，自家主子的规制最少该是4菜1汤了，好歹昨天还有2道菜，今天竟然只剩下1道了。向着自家主子看了一眼，却见我的脸色不变，端起碗来小口小口的吃着午膳，并不在意今天比昨天还少了1道菜。见我如此，紫檀不免有些难过。午饭后我习惯睡上一会儿，躺在床上，我的眼前浮现出了那双龙纹靴子，我悠悠地叹息了一声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这后宫之中，想要安稳度日，还是远离陛下的好。后宫之中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，便是给七凤宫中的皇后娘娘请安。等你和紫苏到了25岁的时候，就可以出宫去了，不必被困在这深宫之中。可我却要一辈子都留在这里，纵然景色迷人，却有着无数的危机，我要谨小慎微才能够活下去。主子，奴婢不会出宫的，奴婢会一直陪在您的身边。傻丫头，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精彩的，如果我能离开，我肯定不会留下来。康公公，那是哪一宫的妃嫔？回皇上的话，那是陶颜居的苏芳仪。哼，苏芳仪。康公公，去朕的库房挑选1盏琉璃花灯给陶颜居送去。百里晨吩咐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我换了身轻便的衣服，靠在软榻上看书。不一会儿，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康公公就到了，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个提着琉璃花灯的小太监，叫小顺子。奴才给苏芳仪请安。苏主子，这是皇上命奴才给您送的琉璃花灯。皇上哪天心血来潮给妃子送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过是个3年都不曾得宠的芳仪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璎珞，去把本宫新得的那2匹锦缎给苏芳仪送去。宜春宫中，沈贵妃也知道了琉璃花灯的事情，想到昨天在御花园中见到的我，3年不曾得宠，如今也按耐不住了，倒是个会勾人的狐妹子。不过就是个芳仪娘娘，何必在意那琉璃花灯？咱们宜春宫也有，皇上向来盛名。那是自然，一个芳仪难不成还能越过本宫去？
你去把本宫那只喜鹊登枝的簪着给苏芳仪送去。瞧着桌上摆着的东西，我只觉得头疼。还有那些本该伺候我的宫女太监，平时嫌我不得宠，位分低，如今听说皇上送了盏琉璃花灯，一个个心思活络，全跑回来了。你们走吧，我的陶然居不需要吃里扒外的奴才。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走，我会去找皇后娘娘，将你们平日里的所作所为都回禀给皇后娘娘。这被主的奴才向来都是要被打死的，还不快滚！慢一步，我便去找康总管去。等工人们都走了，我让紫檀将紫苏和小福子都叫进屋里来。瞧着面前的三人，我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意。刚才你们也瞧见了，不过就是盏琉璃花灯，便可以让那些奴才如此。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我这里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，你们也清楚。主子尽管放心，奴婢誓死跟随主子。奴才们誓死跟随主子。虽然不知道以后到底会如何，但笼络住身边的人还是很重要的。到了春日，天也就长了一些。我午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快到晚膳时间了。起身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我将长发随意的一挽。主子，皇上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站起身来，我瞪着紫檀，却见紫檀一直点头，但因为震惊，话都堵在了嗓子里，完全说不出来了。我赶紧向着屋外走去，刚走到门口，我忽然停下了脚步。我想到了自己此刻的样子，这要是见了皇上，那可就是大不敬了。转身想要回内室收拾一下。爱妃，你这是要干嘛去？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被皇上叫住，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站在门口行礼。妾不知皇上来，所以仪容不整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他走上前来，伸手将我搂住，淡淡的幽香飘来，不同于后宫妃嫔身上的脂粉香，而是一种极淡的花香，让人闻了便觉得心情舒畅。他瞧着我微垂着头，脸上十分素净，除了头顶的玉簪之外，便再无首饰。景帝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意，他拉着我的手进到屋中，他打量着我屋子里的装饰，那种很舒适的感觉越来越深。爱妃可用过膳了？他拉着我坐在了软榻上。回皇上的话，还没有。我向着自己被拉住的手瞟了一眼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那朕便陪你用晚膳吧。康公公，去御膳房吩咐一声。爱妃平日里用的什么熏香？闻着我身上飘来的香味，景定忍不住开口问道。平日里闻到的都是厚重的熏香，加上脂粉味，时间久了只觉得熏得人头疼。回皇上的话，妾不用熏香。这后宫之中害人的方式有许多，一不小心便可能中招，尤其是熏香这种东西。所以从入宫开始，我便不用任何香料。主子，今天御膳房好痛快啊！点了4菜1汤不说，竟然还加了菜。因为景帝只带了康英海一人，如今康英海吩咐人准备晚膳去了，紫檀去给景帝沏茶去了，所以紫苏并不知道皇上来了。平时去御膳房给自家主子取使时，总是得不到什么好脸色，而且还会当着自己的面故意克扣主子的食物。难得今天十分痛快不说，还给加了菜。我听见紫苏的声音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冲着皇帝行礼。皇上，紫苏并不知道您在，惊扰了圣驾，请皇上恕罪。进到屋中的紫苏听见了我的声音，也幸好是食盒已经放在了桌上，不然肯定就掉在地上了。他向着我的方向看去，当看到一身明黄，赶紧就跪在了地上，冲着景帝磕头。都起来吧，不知者不怪。伸手扶起我，景帝站起身来，带着我向着桌前走去。刚才的话他都听到了，所以此时景帝的眉微微的皱着。把食盒打开。紫苏赶紧伸手打开了食盒，露出了里面的食物，如同他刚才说的那样，4菜1汤还加了一道菜，3荤2素，瞧着似乎不错。平时你主子吃的不是这些东西吗？看向紫苏，景定开口询问道。回皇上的话，主子平时也就只有1菜1汤，加上1碗精米饭而已。紫苏自然不敢说谎，他偷瞄了一眼我，这才开口回答。这些东西便赏给你们吃了，拿下去吧。紫苏应了一声，将食盒盖上，然后拎着退了下去。我瞧着紫苏退下，心里有些忐忑，也不知道这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不过就是在御花园看见自己一眼，难不成还真是一眼便看中了自己？心里想着，我的面上却不露分毫。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忍不住开口。景帝问向我，听到景帝问自己，我转头看向他，面前的景帝眸色很深。我摇了摇头，该说的紫苏都已经说了，自己再多说什么，便等于是画蛇添足。有的时候不说，反而比说出来效果要好。爱妃这里的茶很特别，这并非是宫里的茶，但味道却十分特别，入口带着一股清香，那清香顺着喉咙直达胃里，有种说不出来的舒帖。皇上过奖了，这茶也多亏了紫檀手巧，所以妾这里才有着独特的味道。陶然居被克扣得很厉害，就算真的分来了茶，也都是往年的陈茶。我是喜茶的，所以那陈茶自然入不了我的口。虽然入宫时从家里带了些好茶，可我进宫都3年了，好茶也都喝光了。味道不错，一会儿朕带走一些，喝惯了宫里的茶。景定偶尔也想换一换口味，我自然不能拒绝。我笑着噤声，向着紫檀看了一眼。康公公很快便回来了，不多时，御膳房的人也送来了晚膳。爱妃，快吃吧，不然一会儿都凉了。
谢过恩之后，我端起饭碗，认认真真的吃起饭来。瞧着我一口口的吃着东西，景帝的眼中闪过了诧异。他不只跟一个妃嫔吃过饭，但像我这般一口接着一口的，倒还没有遇到过。平日里景帝陪着妃嫔用膳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几小口的吃着东西。景帝还没等动起筷子，他们便已经放下了手中的筷子，用手帕擦嘴了。不过我如此，倒是让景帝从心底里觉得很愉快。从来到陶然居之后，他还是难得的如此放松。第二天，我收拾好，带着紫檀向着七凤宫而去。交泰殿中妃嫔们来的并不多，我像往常一样冲着皇后请安。昨晚皇上去了陶然居，不但陪着我用了晚膳，更是宿在了陶然居。这样的消息也不过1个时辰，就传遍了整个后宫。如同我预料的那样，前来请安的妃嫔们视线或多或少的都会看向我，有位分高的，话里话外也都带着警告。等出了七凤宫，我站好，瞧着一个个位分高的妃嫔坐着轿辇离开。不仅如此，只有位分高的妃嫔离开，位分低的才可以走，不然的话就只能站在原地等着。不管是数9寒天还是酷暑夏天，皆是如此。交泰殿中，皇后仍旧坐在上方的位置上。娘娘，那苏芳仪无妨，不过是一晚罢了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对了，本宫最近新得了一种熏香，香味十分宜人，一会儿你给苏芳仪送去一些。主子，您没事吧？早上请安的一切，他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我没事，快些走吧，我有些饿了。听我如此说，紫檀应了一声，扶着我从小路从陶然居归去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苏芳仪吗？走得这么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转身向着自己左侧的小路看去，柔嫔坐在轿辇上，笑看着我，给柔嫔请安。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柔嫔，我有种错觉，柔嫔是故意在这里等着我的，没有让我起身。柔嫔坐在轿辇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早上请安的时候，她就打量过我，并没有什么出错的地方。入宫3年都未曾得宠，忽然入了皇上的眼，也不知用了什么狐媚手段。柔嫔不开口，我便只能半蹲着，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腿便有些酸。听闻之前苏芳仪是在御花园见到的皇上，这里的花虽然不比御花园的多，可景致也是不错的。不如苏芳仪就在此赏一赏景吧，也别赏得太久了，半个时辰就成。柔嫔走了，我仍旧半蹲在原地，因为柔嫔发了话，所以我还要在此蹲上半个时辰。紫檀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家主子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要被柔嫔所罚。只可惜你要陪着我一起蹲着，不然的话，就让你回陶然居帮我准备些吃的，免得我回去了还要等。娘娘，听说苏芳仪被柔嫔给罚了。宜春宫中，红袖笑着开口，冲着坐在贵妃椅上的沈兰珠回禀道：罚了？怎么罚的？沈贵妃微微挑眉，脸上露出了笑意。奴婢听说苏芳仪顺着小路回陶然熏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了柔嫔，柔嫔罚她在小路上看半个时辰的风景。柔嫔的性子最是爱记仇。沈贵妃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讽意，想必是特意等在那儿的。那柔嫔也是个蠢的，昨个皇上刚宿在陶然居，今儿个他便罚了苏芳仪，这不是明摆着对皇上不满吗？对了，我听说皇后给陶然居送去了熏香，咱们也别空着手，毕竟昨儿个是苏芳仪承宠的好日子，你去库房学活学活，有没有那种花样老气但颜色却不错的料子，给陶然居送去。说完了柔嫔，沈贵妃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便对着红袖吩咐道。红袖笑着应了一声，然后退了下去。好不容易半个时辰熬了过去，在紫檀的搀扶下，我勉强站直了身子。主子，您还好吧？瞧着苏青言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紫檀赶紧拿出帕子为自家主子擦着汗。没事，就是腿又软又麻的，一会儿回去让紫苏给我揉揉就好。你没事吧？奴婢没事，主子，要不奴婢背着您回去？不用了。你也蹲了许久，扶着紫檀的手，我们主仆俩慢慢向着陶然居归去。下了早朝，景定在御书房批阅奏折，康宁还在一旁伺候着，时不时的给换上一盏茶。有小太监从外面进来，站在了御书房的门口。康公公看了景帝一眼，见他专心的处理折子，便轻轻脚的走到御书房的门口。康海宁，你把镇库房里的那对玉如意给苏芳仪送去。景帝的声音传来，康公公赶紧应了一声，正准备去拿玉如意，便听见景帝的声音再度响起：今早苏芳仪去请安，还顺利吗？景帝的问话让康公公有些诧异，要知道这种事情皇上可是从来都没有问过的，今天倒是例外了。回皇上的话，请安倒是一切顺利，只是听说请过安之后，苏芳仪回宫的路上被柔嫔主子给罚了，据说是罚苏芳仪在小路上看半个时辰的风景。但凡是他想知道的，就没有不知道的。后宫的妃嫔都以为皇上不管后宫的琐事，却不知道其实什么事儿都逃不过皇上的眼睛。朕知道了，你把玉如意给苏婉容送去吧。主子，您怎么才回来？主子的早膳，你取回来了吗？没有解释。紫檀一边扶着我向屋内走去，一边开口询问着紫苏。
紫檀赶紧将桌上的食盒打开，把里面的食物摆在了桌上，也顾不得食物有些凉了。我拿起勺子吃了几口自己面前肉丝粥。主子，刚才皇后娘娘跟沈贵妃都送来了东西，您是现在瞧一眼，还是一会儿吃完饭再说？听说是皇后跟沈贵妃送来东西，我不免有些诧异。送的都是什么？一边吃着东西，我看向紫苏，这熏香是皇后娘娘送来的，据说是新进的香料。奴婢偷着闻了下，倒是蛮好闻的。至于这布料，则是贵妃娘娘送来的，可奴婢觉得不适合您用。这颜色虽然不错，可花样却太老气了。紫苏，以后这样的话你可少说，隔墙有耳，小心被人听了去。可我心里很清楚，沈贵妃给自己送来布料，说是赏赐，实际上却也是提醒自己，3年中进宫的旧人，就算如今成了皇上面前的新人，也上不来什么大台面。就好像这匹布料一样，花样老气，就算是颜色再好，也会被束之高阁，弃而不用。主子，昨晚皇上留宿，却并没有宠幸您，如今却进了您的胃，奴婢有些担心。紫檀的心思比紫苏要多，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只要没人说出去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他们只会觉得我是因为被宠幸，所以才会晋级的。虽然在心里叹息着，可我的脸上却不露分毫。想必要不了多久，咱们陶然居就要热闹起来了。如同我预料的那般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我进封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后宫。瞧着摆了一桌子的赏赐，我吩咐紫檀跟紫苏登记好，然后收进库房之中。已经到了午膳时间，没等紫苏去膳房取午膳，膳房的奴才便主动将午膳送了送来。还真是狗奴才，之前狗眼看人低，克扣主子的膳食，如今见主子受宠了，才想着来巴结。紫苏忍不住嘟囔，不管怎么说，如今我也是从6品婉容了。之前身为芳仪的时候，身边伺候的人数就少了一半，如今进封了，殿中省也得派人过来了。果然，还没等我吃完午膳，殿中省的总管太监黄安就带了一批宫女太监来到了陶人省中。我的视线在地上跪着的宫女太监们身上掠过好半天，这才笑着开口：“有劳黄总管费心了。只是这么多人，我挑着也是眼花。不如这样，黄总管比我了解他们，所以就请你帮我挑几个合用的，如何？”黄安左右为难，挑的人里带着别宫的，将来出事找他算账，全是新人，各宫主子又给他脸色，怎么选都是里外不是人。见黄安半天不动，我的眼中闪过了一抹亮光，笑着再度开口：“黄总管莫非觉得我的话让你为难了？”好一会儿的功夫，黄安这才开口，为我选了3个宫女跟2个小太监。既然如此，那陶然区的掌事宫女便由我的贴身宫女紫檀来担任。至于管事太监，我瞧着一直服侍我的小福子就不错。就听苏主子的，只要您高兴，那奴才也就高兴了。谢了恩，又说了几句吉祥话。黄安将荷包收好，这才带着人离开。此时景帝仍在处理公务，他不敢出声打扰，只好向着景帝身旁的康宁海看去。皇上，净室房的人来了，您今晚可要翻牌子。视线在妃嫔们的牌子上掠过，景定伸出手来，将一个紫檀木的牌子翻起来扣下，然后继续低头处理公务。景定已经翻了牌子，净室房的太监便准备退下去，通知被翻牌子的妃嫔准备侍寝。以后苏婉宁的牌子花样就用梅花。刚退出去2步，就听见景帝的声音响起。康娘海站在景帝身旁，景帝的话他是都听见了。这牌子上的花样，可是只有正3品以上的妃嫔才有资格选取自己喜爱的花样。苏主子，皇上翻了您的牌子，您快收拾收拾吧。桃颜居外，凤鸾春恩车已经备好了。瞧着小太监一脸的喜赐，我有些发愣，自己被翻了牌子。皇上昨晚不是留宿在了陶然居吗？心里叹息了一声，我转头对着紫檀吩咐了一声，换好了衣服，我坐在了梳妆台前，瞧着紫苏手里拿着的香粉，我不免皱起了眉。就只是擦些香露就好，大晚上的抹上香粉，岂不是跟鬼一样白了？我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胭脂，只是梳了简单的发髻。紫檀他们觉得我是为了与众不同，其实我如此并非是为了吸引到皇帝的注意，而是想着不打扮的话，看着肯定不如那些打扮过的妃嫔们漂亮。或许这样一来，皇上就会失了兴趣，自己就会被送回来，我就可以继续安稳的过日子了。一切收拾妥当，我坐着备好的凤鸾春恩车，向着承欢殿而去。别看后宫很大，但传播消息的速度却是极快的。很快，后宫的妃嫔们便都知道皇上翻了我的牌子。一时之间，各宫妃嫔们不免心思各异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也有人失落。狐狸精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，昨晚皇上就宿在他那儿，今天又翻了他的牌子，还进了他的位。早知道我今早就应该狠狠地扇他2个耳光，看他怎么见人。镜花轩中柔嫔一脸怒意地将茶盏扔到了地上。说起来，皇上都有1个多月没来过他这儿了。他本来盼着皇上翻他牌子，生辰时好进个位妃，谁知皇上不来，反倒宠了个进宫3年没得宠的芳仪。
小宫女上来劝，柔嫔正在气头上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承欢殿距离七凤宫并不算远，所以很快我就带着紫檀到了七凤宫中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虽然身上还是酸疼的，但我还是跟往常一样，语气恭敬的给皇后请安。婉容起来吧。刚才皇上还派人来跟本宫说，免了你今天的早安，没想到你就来了。原本皇后的心里是复杂的，却不想竟然看到我来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是妾身的本分，皇上跟皇后娘娘心疼妾身，这是妾身的福分。妾身绝不敢因为皇上跟皇后娘娘的疼惜，就忘了妾身的本分。语气恭敬的开口，我在心里暗自捏了把汗。苏婉容还真是好福气，入宫3年都未能成宠，如今不但进了位分，昨晚更是留宿在了承欢殿中，如此的殊荣，当真是让姐妹们羡慕。景帝的子嗣不多，直到现在也只有一子2女。皇长子体弱，生母早逝，所以被养在了太后身边。大公主就是淑妃的女儿，如今就养在淑妃身边。二公主的生母位分戚微，所以她被养在了董贵妃的身边。关于董贵妃，我的印象并不太深，寻常的日子根本就看不到她，也就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够看到她出现。进宫3年，我也只见过董贵妃几次。淑妃娘娘站起身来，我冲着淑妃扶了扶身，还没等她说什么，自己前方的不远处便传来了另一个声音：淑妃姐姐有所不知，皇上对苏婉容当真是疼爱，不但昨晚留她在承欢殿中，今早更是免了她的请安呢。这次说话的是曹婕妤，跟柔嫔一样，也是当年同我一起进宫的，如今同赵顺仪一起住在映月轩中。听曹婕妤说完，我将视线转移到了她的身上。我先是冲着曹婕妤扶了扶身，然后才笑着开口：皇上免了妹妹请安的事，妹妹也是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才知道的。曹姐姐比妹妹来得晚，想不到消息竟然如此灵通。我的话刚说完，曹婕妤的脸色顿时一变。她确实来得不算早，所以错过了之前皇后跟我说话的时候。她的消息也的确不是在七凤宫中得到的。淑妃挑了挑眉，没有再开口。如今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想，她只需要看热闹就好。此时皇后的视线在曹婕妤身上停留了一会儿，又朝着我看了一眼。虽然脸上还是一贯温和的笑意，但眼中却极快地闪过了一抹亮光。沈贵妃看了一场好戏，如今瞧着店里安静下来，便笑着开口问道：说起来，最近似乎没看到齐贵嫔来请安，她是身子不舒服吗？齐贵嫔住在宁香阁中，同属于跟我一起进宫的秀女，如今已经升到了贵嫔。前些日子齐贵嫔的身子有恙，所以本宫免了她的请安。如今既是沈贵妃说起，倒是该派个人去问问如何了。璎珞，你去请个太医到宁香楼去看看齐贵嫔。说起来，再有1个月便是沈贵妃的生辰了，也不知道今年皇上会为妹妹办下什么礼物庆生。沈贵妃宠冠6宫，这是所有妃嫔都知道的事情。当年景帝还是3皇子的时候，沈贵妃便已经跟在景帝身边了。不管皇上为妾身准备什么礼物，妾身都是欢喜的。等妾身生辰的时候，会在宜春宫中摆上几桌，到时候皇后娘娘可要赏脸陪妾身喝上几杯。沈贵妃向着皇后看去，脸上带着笑意开口。我瞧着皇后跟沈贵妃之间的你来我往，想也明白，这2个女人是不可能和平共存的。萧皇后的身体不好，又没有子嗣，若不是前朝母家的势力足够强悍，只怕早就被沈贵妃抢了位置。一直到璎珞带着太医回来，这才将视线落在了璎珞跟太医的身上。齐贵嫔的身子如何了？启禀皇后娘娘，齐贵嫔有喜了，如今已经快2个月了。这话一出，妃嫔们顿时都变了脸色。没有人注意到那一瞬间，萧皇后的眼中所闪过的寒意。张太医，你说的可确实？萧皇后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，她一脸认真的开口：回皇后娘娘的话，齐贵嫔确实已经怀了将近2个月的身孕，不过为了稳妥起见，娘娘还可再派几位太医一同为齐贵嫔诊脉。张太医跪在地上，语气恭敬的开口：本宫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沈贵妃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脸上的表情跟往常无异，可没人知道，此时她的手正紧紧地攥着，指甲甚至都陷入肉里。知道齐贵嫔身孕，皇后索性也就让人散了。所有的妃嫔之中，为齐贵嫔高兴的，大概就只有我一人。当年入宫，我跟齐贵嫔就交好，瞧着比自己位分高的都走了，我想了想，也跟着一起去了宁香阁。皇上，宁香阁的齐贵嫔有喜了。哦，多久了？对于这个消息，景帝并没有表现出太高兴的样子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他心情是不错的。回皇上的话，已经快2个月了。皇后娘娘派了冯太医保胎。冯太医不错，你把镇库房里的白玉观音给他送去。至于其余赏赐，由你亲自去殿中省挑选。不管怎么说，怀的都是朕的孩子。
后宫之中怀孕容易，保胎难，生产更难。这负责的人选必须要慎重谨慎才是。顺便把新进的织云锦给苏婉容送去2匹，还有那对八宝琉璃梅花簪。昨个他来侍寝的时候，朕注意到他头上的簪子正是梅花簪。这个时皇上还惦记着苏婉虫，也不知道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分，竟然让皇上如此惦记，连怀孕的齐主子都被他比下去了。闲着没事儿，我带着紫檀去宁香阁看齐贵嫔。在齐贵嫔面前我很自在，毕竟相识3年，关系一直很不错。齐贵嫔对我也一直十分的照顾。齐姐姐放心，孩子一定会健康平安的生下来的。听齐贵嫔说完，苏清言笑着开口：“希望如此吧。”齐贵嫔笑着点了点头，她看着我犹豫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再度开口：“妹妹，我这里有个方子，你想不想要？”往日里齐贵嫔跟我说话的时候，都是让宫人们退下的，这样说话也自在些。所以此时屋子里只有2个人在。方子？什么方子？我一脸迷惑，看向问自己话的齐贵嫔。万一被人知道了，那方子呢？赶紧销毁，千万别让人看到。一想到被发现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后果，我盯着齐贵嫔，一脸紧张的开口：“我知道的，这方子我会销毁的。可我也惦记你，你入宫3年，好不容易得了宠，若是再能怀一个孩子，岂不是更好？好歹有孩子在，以后也就不担心失宠了。”我知道姐姐惦念我，可我并不想要孩子。那方子姐姐还是快一点销毁吧。再说了，我如今不过是从6品的婉容，就算有孩子也没资格抚养。与其孩子生下来被人抱走，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生。听齐贵嫔说完，我的脸上露出了笑意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将这方子销毁了。说着，齐贵嫔站起身来，向着内室走去。不多时，她拿出了一方手帕，当着我的面将手帕烧毁了。那个方子就记在这方手帕上，如今已经销毁了。除了你我之外，再不会有别人知道。见手帕变成了灰烬，我放心下来，开口跟齐贵嫔保证道：“姐姐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。”我离开了宁香阁，紫檀跟在我的身后，陪着我慢慢的向陶然居归去。可这天底下永远都是无巧不成书的，就在回去的路上遇上了淑妃。怎么，苏婉容不愿意见我？娘娘误会了，能去昭纯宫是妾的荣幸。苏婉容想吃些什么？本宫有小厨房。多谢娘娘，妾不挑的。母妃，儿找不到你。母妃给你带了个玩伴。淑妃娘娘，请您制止安公主。不管怎么说，妾也是皇上的嫔妃。若今天的事情被皇上知道了，苏婉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让安公主哭！一见女儿哭了，淑妃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怒意。她走到安公主身边，想将安公主抱在怀里。淑妃柔声哄着哭泣的安公主：“儿，听话。”头发忽然被松开，我顿时坐在了地上，头上的簪子被拔掉，被固定好的发髻散了下来，整个人显得非常狼狈。哄好了安公主，淑妃看向坐在地上的我，语气淡淡的开口：“苏婉容冲撞本宫，又惹得安公主哭，不如把你的宫女留下来，给安公主做个玩伴吧。”淑妃娘娘，紫檀是妾从宫外带进来的，还请娘娘三思。我很清楚，如果紫檀落在安公主手中，要不了多久一定会被折磨死的。冲撞本宫这件事，本宫可以不计较，可你弄哭安公主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淑妃倒也不是非要紫檀不可，她就是想要看我跟她求情的模样。如今瞧见我跪下，手臂上还在流着血，头发也是散乱的，她心里划过了一丝快意。是妾惹哭了公主，还请娘娘责罚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也都是姐妹，一起服侍皇上。你的手臂受了伤，本宫也是心疼，但你毕竟惹哭了公主，本宫怎么着也要给公主出了这口气。不如这样，就让你的奴婢带你受罚。来人，将他带下去打30板子。淑妃的命令一出口，顿时紫檀就被宫人给拉了下去。苏婉容也起来吧，瞧你的头发都散了。绿意，帮着苏婉容重新梳一下头发，然后帮本宫送苏婉容出去。我站起身来，谢绝了绿意帮自己梳头，自己用手将头发简单的拢了拢，手臂上的血流淌到了手上，血腥味的传来，让我的眼中多了一丝冷意。我拢好了头发，将之前从安公主手中夺回来的簪子直接别在了头发上，从身上掏出了帕子，将还在流血的手臂包了起来。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抬脚向着店外走去，绿意就跟在我的身后。我走出了店门，便看到刚被打了30板子的紫檀趴在长凳之上。我赶紧走到了紫檀身边，蹲下身来：“主子，您没事吧？奴婢没事，您别担心。”他语气虚弱的开口：“别说话了，我带你回去。”我小心的将紫檀扶起，再怎么说也是30板子，紫檀毕竟只是个姑娘，所以走起路来十分的艰难。我在紫檀面前蹲下身，淡淡的开口。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去管什么尊卑有别了，紫檀自然是不肯的。她看着我，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坚持。紫檀如此，我只好咬了咬唇，最终还是站起身来，扶着紫檀一步步的向昭城城宫外走去。出了昭城宫，我忽然停下脚步，向着昭城中内看去，眼中闪过冷意。可因为紫檀受伤，主仆2个走了将近半个时辰，这才到了陶然君的门口。小福子正在指挥人收拾院子，瞧见门口的2人，赶紧喊了紫苏一声，然后便带着人向门口跑去。我的主子，您怎么成了这样？
紫檀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赶紧派人去请太医！我顾不上解释，此时的紫檀已经接近昏迷，大半的重量都在我的身上。小福子连忙应了一声，招呼着陶然居的太监们一起将紫檀七手八脚的抬进了屋中。太医很快就来了，毕竟是伤在了手臂，所以我没让太医给自己看伤，只是问他要了些好的伤药，然后便让小福子带着他给紫檀针治去了，让紫苏扶着自己进了内室。我露出了手臂上的伤口，瞧着那血肉模糊的手臂，紫苏的眼泪顿时就流了出来。别出声，去打点温水来。先帮我清洗一下伤口周围，然后帮我上药。很快，他端着水重新回到了内室，然后上药包扎起来。等伤口处理好了，紫苏这才问向我：“主子，您怎么会受伤？还有紫檀，她不是陪着您去看秦贵嫔了吗？”我有些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你去帮我看看紫檀，她需要照顾。西凤宫中，璎珞将自己刚得到的消息回禀给了萧皇后。娘娘，奴婢听说苏婉容扶着的宫女被淑妃打了30板子，苏婉容似乎也受了伤。受伤？淑妃还真是没脑子。拿宫女出气也就算了，苏婉容如今正得宠呢，她怎么也敢下手？听说我受了伤，萧皇后的眉皱了起来。见皇后皱起了眉，璎珞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了萧皇后听。不是淑妃娘娘伤的，是安公主。原来是安公主，还真是没想到啊！皇后的眉头重新舒展开，脸上再度露出了笑意。你去一趟陶然居，就借着送新茶的由子，顺便给苏婉宁送些伤药，告诉她这几天就不用来请安了，好好养伤吧。璎珞恭敬地应了一声，然后退了下去。知道我受伤的不止皇后一人，宜春宫的沈贵妃也很快就得知了我受伤的消息。跟皇后一样，沈贵妃也觉得淑妃愚蠢至极。虽然说我是安公主伤的，可毕竟淑妃是安公主的生母，若真是被皇上知道了，皇上不会去责怪还是孩童的安公主，但淑妃肯定是好不了。本宫还真希望这苏婉容借此闹起来，这样的话后宫可就有的看了。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我撑着身子坐起身来，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。主子，你醒了！守在外室的宫女听见了声音，赶紧从外室走了进来。我向着说话的宫女看去，有些眼生，大概是之前皇公公送来的人。你叫什么？回主子的话，奴婢紫渊，是紫檀姑姑给起的名字，奴婢原来叫小翠。听到我问，紫渊赶紧开口回答，瞧着她的样子有些忐忑，显然是刚进宫的小宫女。去给我拧个帕子，我想擦擦脸。紫檀那边怎么样了？回主子，紫檀姑姑还在睡着，太医说要好好休息。将自己知道的回禀给我。紫渊拧了条帕子，双手呈到了面前，接过帕子，我擦了擦脸，胳膊上的伤口有些疼，但能够忍受得住。主子，您睡着的时候，七凤宫的英伦姑姑来过，见您睡着便没有打扰，只是留下了2盒伤药，还说皇后娘娘让你好好休息，这几天就不必去请安了。将帕子递给紫渊，我穿鞋下了床，紫渊将帕子搭好。主子，您的脸色不好，奴婢过来扶着您吧。我应了一声，任由紫渊扶着向着外室走去。我有些担心紫檀的情况，所以对紫渊吩咐了几句，让他陪着自己去了紫檀所在的房间。过了晚膳时间，净室房的太监总管端着盛放着妃嫔牌子的托盘来到了龙乾宫中。皇上，您今儿个可要翻牌子？瞧着自己面前的牌子，景帝伸手点在了羊乳白玉所制的牌子上。后宫之中，只有宜春宫的沈贵妃用的是羊乳白玉所制的牌子。毫无疑问，今晚景帝要去沈贵妃那儿。净室房的总管退了下去，景帝低头继续看着手中的折子。康公公恭敬地站在一旁，随时等候着景帝的吩咐。好一会儿，景帝忽然开口问向站在一旁的康宁海：“这几天苏婉容还好吧？”回皇上的话，苏主子一切安好。只有今天苏主子从宁香阁出来之后碰到了淑妃，据说是被淑妃带到了自己的宫里。后面的话康胖没有说出口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比较好。景帝抬起头来看向了他：“怎么不说了？”请皇上恕罪，奴才听说苏婉容去了淑妃宫里，出来的时候，她身边的贴身宫女紫檀被打了30大板，苏婉容似乎也受了伤，是安公主伤的。安公主一个小孩子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伤了苏婉容？可请了太医？景帝眉皱了起来。回皇上，已经请了，可太医也没瞧见苏主子的伤，只是留下了药，宫女伤得不轻。走吧，去宜春宫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婉容，快起来吧，本宫不是已经免了你的请安吗？身子既然不舒服，就该多休息。多谢皇后娘娘的关怀，妾没事。见到了娘娘，妾便觉得自己好多了。璎珞，一会儿你把本宫库房里的那颗百年老参给婉云送去补补身子。仍旧跟往常一样，不过今天沈贵妃来得晚了些，这也是正常。都知道昨晚皇上去了迎春宫，当视线落在淑妃身上的时候，沈贵妃笑着开口：“说起来，好久都没见安公主了。过几天是本宫生辰，淑妃到时候记得带安公主去本宫的宜春宫热闹热闹。”淑妃倒是没想到沈贵妃会忽然跟自己说话，还提到了安公主。她先是一愣，可心里却不由得多了一丝戒备。
淑妃向着我看了过来，见我此时脸色苍白，一看便知道身体不舒服。说实话，昨天我一走她就后悔了。时辰也不早了，都散了吧。苏婉容身子不适，回去要好好休息。瞧着位分高的妃嫔们坐着轿辇离开，我扶着紫渊的手，一步步地向着陶然区归去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瞧着我的脸色越发难看，紫渊十分担心地开口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现在觉得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所以并不想说话。淑妃的轿辇跟在沈贵妃的后面，一想到请安的时候沈贵妃说的话，淑妃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问一下。沈贵妃坐在轿辇上，让工人停了下来，笑看着跟上来的淑妃。淑妃妹妹，你找本宫有事吗？倒也没什么，自从有了安公主，妾的时间大部分都给了她。说起来，都好久没跟贵妃姐姐好好说说话了。她开口就先跟沈贵妃说大公主，颇有种炫耀自己有孩子的意思。脸上虽然还带着笑，可沈贵妃的心里却十分不悦。确实，本宫好久都没跟淑妃说话了。都说淑妃没脑子，这还真是没脑子。不过就算她现在有公主又能如何？依着她现在的性命，早晚安公主会被送到别人身边养着。以为自己套近乎成功，淑妃笑着开口，趁着今儿个天好，不知贵妃姐姐是否赏脸，跟妹妹逛一逛园子。到了御花园，两人从轿辇上下来，沈贵妃脸上的笑意依旧，可眼中却一片冰冷。她现在只希望淑妃快点说出自己的用意来。贵妃姐姐，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问。沈贵妃笑着开口，淑妃妹妹有什么话直说便是，你我姐妹还有什么当不当问的？她这副模样似乎真的跟淑妃关系很好。今早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妹妹总觉得贵妃姐姐话里有话，不知道是听到了什么。昨晚皇上去了宜春宫，淑妃是知道的，当时她还在宫里骂了沈贵妃。不过这样的事情，她自然是不可能让沈贵妃知道的。淑妃妹妹多想了，本宫并没有听到什么。淑妃妹妹，快瞧瞧，那边的花开得多好！如此明显的转移话题，就算淑妃再没脑子，也是听得出来的。她越发确定沈贵妃肯定是知道什么，却不告诉自己。淑妃开口哀求着：“好姐姐，这后宫之中，就属你我姐妹关系最好，你就跟我说说吧，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”沈贵妃心中冷笑，脸上却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沈贵妃越是如此，淑妃心里越是着急。最终在她的一再央求之下，沈贵妃终于是开了口：“听闻昨个淑妃妹妹将苏婉容叫到了昭纯宫。”姐姐是不知道，昨个我回昭纯宫的路上，正好碰到了苏婉容，她正好从宁香阁回来。谁不知道自从齐贵嫔怀孕之后，皇上时常去宁香阁，皇上许久不进后宫，那苏婉容又是进宫3年才得宠的，指不定心里面起了什么狐媚心思。我也是一时生气才把她叫到了昭纯宫，谁想到她竟然在昭纯宫对我跟公主无礼。淑妃没敢说安公主伤人的事情，只是避重就轻，将苏婉容身边宫女被打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虽然沈贵妃知道一切，可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听淑妃说完了一切，这才再度开口：“虽然事情如此，可你别忘了，眼下苏婉容还是得宠的时候。昨个皇上刚见到了她，指不定这几天就翻她的牌子。到时候若她抢先一步告状……”后面的话沈贵妃没有再说，她相信就算淑妃再没脑子，也想得出自己要说什么。多谢贵妃姐姐提醒，公主身体不适，妹妹就先回去了。想着沈贵妃说的话，淑妃觉得自己必须要回去琢磨琢磨。瞧着淑妃慌里慌张的上了轿辇，向着昭纯宫归去。娘娘，您说淑妃能上当吗？上不上当，且等着瞧吧，总会有好戏看的。这天也要热了，咱们也回吧。御花园的事情，除了沈贵妃跟淑妃之外，再无他人知道。就算是有人瞧见，也只会以为是2位妃嫔一起逛花园，想要知道他们说话的内容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淑妃回到了宫中，越是想着沈贵妃说的话，就越是觉得很有道理。她不能让苏婉宁有机会去皇上那里告状。绿意坐在软榻上，淑妃开口唤着自己的贴身宫女。绿意从殿外走了进来：“娘娘，奴婢在，您找奴婢有什么吩咐？”桃源居里面有没有咱们的人？回娘娘的话，倒是安排进去了。听到自家主子问，绿意点了点头。但凡是后宫之中有受宠的妃嫔，都可能会被人在住处安排进去人手，哪怕是荣宠后宫的沈贵妃。你想办法联系到那个奴才，让他用药把苏婉容给毒哑。娘娘，这毒害皇上的嫔妃，万一被发现了……我知道，你做隐秘些，等事情成了，你就……可万一查出来跟您有关，娘娘真的要冒这个险吗？眼下苏婉容正得宠，真的出事了，皇上定然会追查的。就算事情得手后将那个奴才除掉，可却无法保证在下手之前，那个奴才不会被别人抓住。那要怎么办？本宫绝对不能留着那个苏婉容。万一她跟皇上告状，说是安公主伤害了她，那安公主肯定会被带走的。一想到女儿要被带走，从此不能养在自己身边，淑妃就无法忍受。娘娘，
要么换一种方法。随后他附在了淑妃的耳边，将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小声地说给了淑妃听。就按照你说的办去吧。等事情成了，本宫重重赏你。主子，您还能走吗？因为我只是从6品的婉容，所以是没有资格做教念的。可偏偏受了伤，昨晚又没睡好，所以精神也就越来越差。见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紫渊一脸担忧的开口。我抬起头，向着小路的四周看看，最终伸出手来，向着前方的小灵亭指了点。紫渊会意，扶着我向着小灵亭走去。原本他是想要背着我走的，但我却不肯，所以也只好一点点的挪动到了小凉亭之中，拿出帕子垫在石凳上。紫月扶着我坐了下来，紫渊站在一旁，时不时的用帕子帮我擦拭脸上的汗珠。瞧着自家主子如此，他有些心疼。紫渊一进宫就被安排到了陶然居，可他瞧得出自己跟的主子是个好主子，不止一次的，他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跟在主子身边伺候。好不容易自己终于有了机会，想要好好的伺候主子，可却什么都帮不上，他不免有些失落。主子，一会儿就让奴婢背着您回去吧。瞧着您现在的样子，奴婢都心疼死了。歇了好一会儿，我这才觉得自己有了些力气。听紫渊如此说，我抬头向着紫渊看去。紫渊的年岁比较小，清秀的小脸上写满了认真。没事，我暂时还能走。见我坚持，紫渊有些无奈，却也只能听从。主仆俩在小凉亭休息，并不知道不远处有人盯着他们瞧了好一会儿。皇上，奴才刚才从小路回来的时候，看见苏婉容了。苏婉容，她在干什么？景帝没有抬头，仍旧低头处理奏折。但是从帝王的话语中，康总管听到了一丝关切。回皇上的话，苏婉容似乎是身子不舒服，走不动了，所以在小凉亭里面歇着。景帝开口问了，康总管知道自己的决定没有错，他将苏婉容的情况跟景帝仔细的说了说。就见景帝抬起头向着他，看到景帝如此，康总管赶紧低下了头。他不敢跟景帝对视，更不敢猜测此时景帝是怎样的心思。沉默了片刻，带朕去看看。歇了好一会儿，我终于觉得自己好了很多。估算了一下，如果现在往回走的话，大概再走1刻钟的时间，怎么都能回到陶然居了。紫渊站在我身旁，见我向着回陶然居的方向看去，便开口询问：“主子要回了吗？”“回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扶着紫渊的手站了起来。主仆俩慢慢悠悠地向着前方走去。休息的时候感觉还好，可真的走起来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现在是真的虚弱，还没走出多远呢，这腿就又开始发软。又走出了几步之后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传来，下意识地转头，还没等我看清对方的样子，就感觉身子忽然悬空，自己被人抱在了怀中。将我抱起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跟着康林海过来的景帝。他大步地走上前，将我抱了起来。瞧着苍白的脸色，景帝忍不住皱起了眉。康总管，去请太医过来。我靠在景帝的怀中，脸上写满了诧异，怎么都没想到这个时候景帝会忽然出现在小路上，而且还会抱着我走。或许是因为我的声音听上去实在是太过虚弱，景帝的眉皱得更深。先别说话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景帝如此说，我只好闭上了嘴。如果不是因为惊讶，我还真不想开口，那种疲倦无力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。紫渊赶紧起身，拉住了想要跟上去的紫苏。紫渊一边走着，一边简单的说了下过程。紫苏点了点头，吩咐他去准备一些热水。景帝坐在了床边，眼睛在我身上看了几遍，这才开口问向我：“苏婉容伤哪儿了？”听到景帝问，我越发诧异。我明白，既然景帝会这么问，肯定是知道自己身上有伤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瞧见手臂上的伤口，景帝顿时皱起了眉。想到昨天康宁海说的话，景帝不由得眯起了眼。帝王的威严并没有吓到我，瞧着景帝的脸，心里反倒多了种说不出的感觉来。休息了好一会儿，我笑着开口，安抚着景帝的情绪：“皇上息怒，没事的，已经上过药了，养几天就好了。”景帝的情绪仍旧十分不悦。一会儿太医来了，让他给好好看看。皇上不能让太医看，切伤在了胳膊，怎可给太医看？昨天不让太医看伤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伤在了手臂上。我是景帝的妃嫔，除了帝王之外，是不能让其他男人看到自己身体的。听我说完，景帝开口询问：“所以你昨天不让太医看你的伤口，只是留下了一些药？”犹豫了一下，我点了点头。虽然对于争宠这种事是真的没兴趣，可有些规矩我还是懂得，也是很在意。看见我点头，景帝顿时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某个地方瞬间变得柔软起来。景帝伸手握住了我的手：“你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惦记着规矩，这万一要是严重了，可怎么是好？”皇上莫要担心，切会注意。低下头看着景帝握住自己的手，我不由得着想到了自己昨天的种种想法来。瞧着我如此的模样，
景帝顿了顿，这才再度开口：“你没有什么想跟朕说的吗？”听到景帝的话，我的眸子闪了闪，随即笑着抬起头来，询问着面前的帝王：“皇上怎么会出现在小路上？”康总管在小路上看见了，然后告诉了朕。原来如此，若是有机会的话，妾还要感谢康总管呢。若不是他，妾也就不能让皇上抱着回来。好，给记住了，这个你放心，朕会帮你赏他的。不一会儿，康还宁带着太医来到了陶热居，因为是伤在手臂上，所以屋内特意摆了一道屏风。医女描述我的伤势，由太医据此做诊断。等医女跟太医配合着看完了伤势，苏婉容的伤势如何？回皇上的话，原本苏婉容手臂上的伤就不算轻，又没有及时处理，所以如今有些发炎。万幸的是，苏婉容并未发烧。一会儿奴婢会给苏婉容好好的处理伤口，以免留下伤疤。只是苏婉容怕是要遭些罪的。微臣定然不会让苏婉容的手臂留下伤疤，也会为苏婉容配置调理身子的药。你给苏婉容处理伤口吧。医女带着药箱来到了我跟景帝面前，她恭敬地开口：“苏主子，奴婢给您处理。”无妨，开始吧。伤口可能会很疼。瞧着医女十分紧张，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安抚的笑容。医女打开药箱，然后跪在身边为我处理手臂上的伤。确实是很疼的，我强忍着，才没有让自己发出声音来。瞧着我强忍的模样，景帝的心中升起了怜惜。见我略微用力地咬着唇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若是疼的话，就尽管出声。妾没事，皇上莫要担心。这让景帝对我越发怜惜起来。不仅如此，此时景帝的心里竟生出了一丝心疼来。终于将伤口处理好了，医女为我一圈圈地裹上纱布。因为疼痛，此时的我就好像是从水里被捞出来的一样。等包好了伤口，医女细细地嘱咐了不少的事情。守在一旁的紫苏连连应声，然后接过了医女递过来的药瓶。一切都处理好了，也吩咐完了，太医跟医女便退了下去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加上疼劲儿此时还没有完全过去，所以干脆低下了头。还疼吗？摇了摇头。欺君可是大罪，瞧着你苍白的脸，又怎么可能不疼？景帝此时有些无奈，又有些心疼。妾还疼着。知道你还疼着，一会儿朕陪你用午膳，吃过了东西，你好好的休息休息。这几日就不用去给皇后请安了。听景帝如此说，朕可不想再看到你连走回来都费劲了。皇后宽容大度，知道你是因为受伤不去请安，不会怪罪你的。是，多谢皇上。我只能低声谢恩，也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有些勉强，所以不用去请安的话倒是也好。毕竟不去请安，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暂时过几天轻松的日子，不用担心麻烦自己。景帝将我抱回陶然居的事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后宫。沈贵妃听完，脸上顿时露出了笑意。想必此时这后宫中最惶恐的，该是昭纯宫的淑妃。毕竟苏婉宁的伤是在她那儿弄的。红袖看向自家主子，开始询问着她的想法。娘娘，您说皇上会为了苏婉宁惩治淑妃娘娘吗？依你看呢？奴婢觉得这苏婉容虽然是在昭纯宫伤的，可却是安公主所伤。再怎么说，淑妃也是安公主的生母，皇上纵然宠爱苏婉容，也不会因为这点事对安公主怎样。倒是淑妃娘娘那儿，奴婢也说不准。将自己心里想法说出来。红袖看着自家主子，却见沈贵妃微微一笑，随即沈贵妃开口：“这事确实不好说，皇上是否责罚淑妃，还要看苏婉容那边如何。本宫倒是很期待这后宫来上一场大戏。”如同沈贵妃预料的那样，昭纯宫的淑妃知道了消息之后，顿时便不安起来。见她如此跟在她身边的绿意，赶紧开口安慰道：“再怎么说，那苏婉容也不过就是个婉容，您可是安公主的生母。若是皇上真的问起，您大可将事情推到苏婉容身上。再说这小孩子总归有没轻没重的时候，皇上定然不忍心责罚安公主。”绿意的话让淑妃安稳了许多。是啊，再怎么说自己也是安公主的生母，皇上纵然宠爱苏婉容，总不至于为了一个小小的婉容让自己没了脸面。瞧见淑妃的表情缓缓了许多，娘娘若是担心，不如给苏婉容送些东西去。给她送东西？娘娘，这时候您还跟她置什么气？您不是怕皇上不高兴吗？咱们这东西又不是白送的，总归送东西得说话吧。听她说完，淑妃仔细琢磨了一下，脸上便露出了笑意。还是你机灵，既如此，这件事便交给你去办吧。应了一声后，绿意便退了下去。就在淑妃和绿意合妹害我的时候，另一边景帝和我用完膳后便走了。临走之前，他盯着我手臂上的伤，好半天才开了口：“你好好休息，朕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瞧着景帝离开，我的脸上露出了倦意，将我安置在了床上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便睡了过去。紫苏悄悄地退出了内室，刚走到门口，便见小福子迎了上来。紫苏姐姐，招纯宫的人来了。一听说是招纯宫，紫苏不由得皱起了眉。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紫苏还是舒展了眉，向着陶然居的大门迎了出去。进到陶然居的院中，绿意笑着开口，跟紫苏打着招呼：“紫苏姑娘，苏主子在吗？原来是绿意姑姑，真不巧，我们家主子陪着皇上吃了午膳，如今已经是睡下了。既然苏主子在休息，那我也就不打扰了。我们家娘娘关心苏主子的伤势，所以特意让我带了些上好的药膏过来。”绿意如此说，让紫苏的心里越发的不痛快。都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，主子跟紫檀都是在招纯宫受的伤，如今招纯宫的人反倒送伤药来了，谁知道安的是什么心？伤药我们陶然居也有，刚才皇上来过，已经命人给我们主子准备了最好的伤药。绿意自然明白紫苏的意思，她笑着开口，将安公主给抬了出来。总归是我们娘娘的一片心意，苏主子受伤，我们娘娘也很自责。可公主毕竟是小孩子，总是有些小孩子脾气的。这小孩子下手难免失了分寸，没轻没重。我们家娘娘已经训斥了安公主，还请苏主子莫要怪罪才是。绿意的话让紫苏彻底的沉下脸来，要不是顾及着自家主子，她恨不得直接将绿意给撵出去。也难怪紫苏会这么生气。绿意这话说的，等于是将事情都推到了安公主身上。左右安公主不过是个5岁的孩童，又是皇上的长公主，就算真的有什么错，皇上也定然不忍心责罚。怎么，紫苏姑娘莫不是对淑妃娘娘跟安公主不满？绿意姑姑，这是哪里的话？你不是说淑妃娘娘派你送来了药膏吗？既然我们家主子正睡着，你便将药膏交给我好了。哪怕是真的不满，紫苏也不会说出来。听到紫苏如此说，绿意便将带来的药膏交给了紫苏。横竖东西送到了，话也说出来了，她也就没了留下来的必要，转身离开了陶热居。等绿意走远了，紫苏忍不住啐了一口，瞧着手里的药膏，有心想要扔了，却担心自家主子醒了怪罪自己。捏着手里的药膏，紫苏想了想，最终还是将药膏带回了屋里，放在了桌上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听说招纯宫的人来了，还送来了药膏，我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。紫苏愤愤不平地开口：“主子，淑妃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您都伤成了那样，她竟然还派人这般说话。明天医女来换药的时候，把药膏拿给她瞧瞧，若是好的话，就给紫檀用吧。”可我并不觉得因为自己，皇上就会去惩罚安公主或者是淑妃。见自家主子似乎根本不在意，紫苏想要说些什么，可瞧见我脸上的表情，便只好将话咽到了肚子里。紫苏毕竟是跟着自己进宫的，她想要说什么我很清楚，我只好笑着开口将话题转移。晚膳送来了吗？我饿了。主子稍等，奴婢去看看。紫苏扶了身，转身出了些内室。这笔账就先记着，只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还回去的。皇上，您晚上可要翻牌子。晚膳过后，进士房的总管太监人来到了龙乾宫中。就去陶然居吧。进士房的人向外退去。康公公站在景帝身旁，眼中尽是诧异。他自然知道陶然居住的是哪位妃嫔，毕竟白天自己还去太医院请太医来着。皇上，苏婉容的伤……原想说苏婉容的伤不是一事情，却见景帝抬头看来，顿时便没了声。我并没有想到晚上景帝会翻自己的牌子，按照自己如今的情况是不是一事情的。可皇上那边已经翻了牌子，我一个妃嫔能说什么？只能命人准备该准备的东西，然后收拾了起来。紫苏从外面进来，瞧着已经收拾妥当的我，笑着开口：“主子，眼看着就要15了，外面的月亮可亮了，不如出去看看。”跟上一次事情一样，我并没有太刻意的去装扮，总觉得既然是侍寝，就没必要整得太过花哨，总不能侍寝之后再起来洗漱一番吧。我带着紫苏跟紫燕出了屋子，抬头向着天上看去。这几天的天气晴好，所以此时天空之上有无数的繁星，虽然还不到15，但月亮已经很圆了。月光倾泻下来，照耀在了陶然居之中。紫檀睡了吗？紫檀已经喝了药睡下了，您别担心。到底是我连累了他。我叹了口气，再度抬头看去。对于紫檀身上的伤，我心里其实是自责的。主子莫要如此说，若是紫檀知道您为他自责，心里肯定会不好受的。若我不是这后宫里的人，微风吹来，如今还不到夏夜，所以夜风格外的凉爽。景定来到陶热居的时候，看到的便是月光下的我。爱妃身上有伤，怎么不在屋里好好歇着？身上既然有伤，便不要多礼了。夜风凉，进屋去吧。我的慌乱被景帝看在了眼中。事实上，从我开始自责，他便已经进到了陶然居之中，所以我的话他还是听到了的。景帝将那种感觉压在心里，揽着我进到了屋子里，坐在了软榻上。可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谢皇上关心，妾已经没事了。
若是不舒服，便叫人去请太医，别硬挺着，知道吗？景帝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确实没有发热，他这才放心下来。我低低的应了一声，想到自己今晚被翻了牌子，又想到了自己手臂上的伤，心里不免有些微微紧张，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你身上有伤，朕翻了你的牌子，只是不放心你，所以想来陪陪你，别怕。他如此说，我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丝暖意。瞧见软榻上的书，景帝随手拿起，那是一本游记。他随手翻了2页，发现上面竟然还有注记。回皇上，这是平日里打发时间的。见景帝翻阅着自己做过注释的书，我不免有些脸红。你的字倒是好看，若是不介意的话，朕也想要看看。因为有注释，所以景帝多翻了几页，自是不介意的。皇上若是想看，那便拿去吧。虽然还没看完，但皇上要看，我自然不会跟他抢。听我如此说，景定点了点头。顺着景定的目光，我想要将手收回来，却被景定握住。不早了，歇了吧。这一夜，我出乎意料的睡得很好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景帝就在身边，呼吸均匀。想到之前2次都是自己比景帝醒得晚，我小心翼翼地撑起身子，打算起身等候景帝醒来。不是免了你请安吗？怎么醒得这么早？景帝的声音忽然传来，我身子一僵，转头向着景帝看去。妾吵醒皇上了吗？毕竟刚才景帝似乎还在熟睡，可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人便醒了。我自然觉得是被自己吵醒的。皇后那边昨儿就派人去说了，你且安心的睡吧。随后他伸手将我拉到了自己的怀中。景帝伸手摸了摸我的长发，然后再度闭上眼睛。景定如此，我也只好安静地窝在他的怀里。又躺了一会儿，景定这才换人进来伺候。原本我想要起身，却被景定伸手按住。你身上有伤就不要起来了，再睡一会儿吧。景帝如此说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其实还是困的，尤其刚才景帝怀中躺了那么一会儿，所以这会儿就越发有些昏昏欲睡。见我点头，景帝的唇边勾起了一丝笑意。景帝免去了我的请安，昨晚又翻了陶月君的牌子。这苏婉容还真是个有本事的，受了伤却还能让皇上去她的宫中。说起来，皇后娘娘之前不是免了苏婉君的请安吗？可她却非要撑着来。如今皇上免了她的请安，她怎么不撑着来了？莫不是之前故意做给谁看的？苏婉容是个懂规矩的，她受了伤，皇上去看看她也是应该的。说起来，本宫听说苏婉容的伤是在你的昭纯宫伤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坐在上头处的皇后开口，她自然知道我是怎么伤的，如此问也不过就是想要听听淑妃如何狡辩。听到皇后问自己，淑妃不免有些语塞，可她也不能不回答皇后的问话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这才开口：那天妾也是偶然遇到了苏婉容，便邀请她去妾的宫里做客，正好安公主也在。小孩子本就顽皮，跟苏婉容玩闹的时候，不小心就伤了苏婉容。说起来，当时苏婉容身边的宫女还因此冲撞了安公主，所以妾才罚了苏婉容身边的宫女。不过安公主也被妾给训斥了。贵妃娘娘，您笑什么？怎么着？本宫想笑，淑妃还能不让？妾不敢。沈贵妃的位妃毕竟比淑妃要高，加上也比淑妃受宠，她自然是不敢管沈贵妃的。安公主是皇上的长公主，淑妃你能够亲自抚养安公主，也算是你的福分。你要好好珍惜才是。皇后如此说，淑妃赶紧站起身来，一脸惶恐地冲着皇后行礼。多谢皇后娘娘教导，妾铭记在心。皇后点了点头，摆了摆手，散了这清晨的请安。众妃嫔纷纷起身行过礼之后，便都退了下去。早朝过后，景帝去了御书房，亲自挑选了几本书，交到了康公公的手中。康公公，你带人将这些书给苏婕妤送去。随即才意识到景帝口中的苏婕妤是谁。怎么？景帝向着康公公看了一眼，虽然只说了2个字，却让康公公赶紧低下了头。奴才只觉得这苏婕妤可真有福气，竟得皇上如此宠爱。赶紧把书送去吧。主子这是怎么了？您如今是杰夫了，该高兴才是。自然是高兴的，只是叹了口气，后面的话我并没有说出来。紫苏想了想，开口劝着主子：莫要担心太多，这进位分总归是好事的。我知道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深呼了一口气，抬头看向紫苏：你去把小福子叫进来。紫苏转身出了屋子，不多时便带着小福子回到了屋里。小福子语气恭敬地问：主子，您找奴才有什么吩咐的？如今紫檀还伤着，陶然居的事情就暂时由你跟紫苏管着。虽说我如今进了位分，可这宫里位分高得多的是，你们记得约束咱们陶然居的宫人，叫他们一个个都规矩着点儿，莫要借着我来惹事。若是有这样的，我定不会轻饶，直接打发出去。主子放心，奴才们省得的。听我说完，小福子跟紫苏异口同声的开口。我点了点头，挥了挥手，现在心里还是有些乱，需要捋顺捋顺。我进封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，皇后知道之后不免有些诧异，可仔细想想，倒也并不是特别在意。娘娘，这苏婕妤进封的速度未免太快了些。璎珞的眉头微微皱起，
显然有些担忧。确实快了些，况且这次还是连升3级。说起来这件事情，淑妃也算是背后的推手，若不是她，苏婕妤也不可能进得如此之快。又是被安公主所伤，看在安公主的面子上，皇上也不好太给淑妃没脸，索性便提了苏婕妤的位分。这也算是告诫淑妃了，只不过她能不能想明白，那就是她的事情了。若是想不明白，接二连三地对苏婕妤出手。后面的话皇后没说出来，但璎珞已经明白了意思。若是再有一次的话，只怕淑妃的位分就要不保了。就算是能保住位分，苏婕妤再获晋称，你去挑上几样东西给陶然渊送去，毕竟是进了位分，身为皇后，总归是要送些赏赐去的。宜春宫中，红袖向着贵妃以上的沈贵妃看了一眼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娘娘，皇后那边已经派人赏赐了东西。”皇后都赏了东西，你也准备些送过去吧。沈贵妃挑了挑眉，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。你以为我会生气吗？不过是个婕妤，没什么可气的。况且皇上不过是安抚，哼，要怪也只能怪淑妃那个没脑子的，倒是便宜了苏婕妤。沈贵妃向着红袖看了一眼，唇边勾起了一丝冷笑。行了，去把赏赐你亲自送去。真是贱人，也不知道用了些什么狐媚子手段，竟然让皇上如此抬举。见淑妃如此生气，绿意赶紧开口劝慰：“娘娘息怒，就算那苏婕妤爬得快，如今也就是个正五品，还不是任凭娘娘您拿捏着。娘娘，眼下看来，那苏婕妤正得圣宠，咱们该避其锋芒才是。您毕竟是皇上的淑妃，还养育着安公主，怎么着也比那苏婕妤要强100倍。”听绿茵说完，淑妃脸上的怒意更盛。不过就是个婕妤，难不成本宫见她还要下跪？娘娘现在可不是斗气的时候，您想想，苏婕妤身上的伤可是不轻的，若她真的跟皇上告状，只怕您这边多少都要有些损失的。可皇上没发落您，反倒是进了苏婕妤的位分，这说明皇上还是顾及您的。听了绿意的话，淑妃也渐渐冷静下来。她仔细想了想，脸色不由得一变。见淑妃变了脸，绿意再度开口，继续给淑妃分析着：皇上顾及了娘娘的脸面，娘娘自然要收敛几分，免得让皇上不喜。好歹公主在您这儿，等过段时间皇上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您再让公主去皇上面前晃晃，还愁皇上不来昭纯宫吗？再者，这后宫的美人众多，这次选秀又进了不少的秀女，就算眼前苏婕妤得宠，可又能到几时？等她失宠了，到时候还不是任由娘娘处置吗？哼，你说的不错，倒是本宫糊涂了。淑妃脸上露出了笑意，彻底的冷静下来。见淑妃的脸上露出了笑意，绿意将视线转移到了屋内的工人们身上，她收敛起脸上的笑意，话语中满是警告：还不把地上收拾干净了！今天的事情若是谁敢说出去，看我不撕烂他的嘴！绿意如此说，工人们赶紧应了一声，将地上的狼藉收拾干净。绿意收回视线，重新看向淑妃，脸上露出了一贯的笑意。淑妃冲着绿意招了招手，将耳朵上的红宝石耳环摘下，塞到了绿意的手中。你是跟着本宫进宫的，平日里又为本宫百般思虑，你放心，本宫绝会亏了你。多谢娘娘赏赐，娘娘放心，只要是为了娘娘，奴婢什么都愿意做。收了赏赐，绿意跪在了地上，冲着淑妃磕头谢恩，也顺便表了自己的决心。主子，祺贵嫔来了。我赶紧起身迎了出去，却见祺贵嫔在宫女的搀扶之下向着我走来。我快走了几步，来到祺贵嫔身边，伸手扶住了她另一只胳膊。祺姐姐怀着身孕，有什么事情吩咐奴才一声便是，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我听说你进了位分，还是连升3级，心里头替你欢喜，所以便亲自过来看看你。祺贵嫔笑着开口，同我向着屋里走去。就算高兴，姐姐也要顾及着肚子里的孩子，何况咱们两个的住处离得不近，姐姐这么辛苦的来看我，倒让我心里不安了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的。我扶着祺贵嫔坐在了软榻上，还没等说话，便听见小福子的声音传来：主子，宜春宫的红袖姑姑来了。一听是宜春宫，我的眼中闪过了然，自己进了位分，皇后娘娘都派人送了东西来，沈贵妃自然也是会送东西过来的，让她进来吧。我歉意地看了一眼祺贵嫔，这才向前走了几步，看着红袖带人进到了屋中。给苏婕妤请安，恭喜婕妤再次晋升，奴婢奉了贵妃娘娘之命，
特意给苏洁嫔送来了赏赐，为苏婕妤贺喜。红袖姑姑起来吧，帮我谢了贵妃娘娘。我的话说完，红袖笑着应了一声，随即将视线落在了齐贵嫔的身上。刚才没瞧见齐贵嫔，没想到齐贵嫔也在，奴婢给齐贵嫔请安了，还请齐贵嫔莫怪。坐在软榻之上，齐贵嫔向着红袖看去，她并没有立刻让红袖起身，反倒是盯着她看了半天之后，这才开口。只是这话却是对我说的。苏妹妹之前听说你受了伤，我就想来看你，只是你也知道我这身子也是诸多不便，正好趁着来给你贺喜，把伤药跟贺礼一起带来给你。多谢齐姐姐。随后紫苏上前一步，将礼物跟伤药从宫女手中接过。瞧我这记性，红袖姑姑快起来，我这自打有了身之后，记性可是越来越差劲了。红袖姑姑不会怪我吧？跟在沈贵妃身边这么久，红袖何时被人如此对待过？奴婢怎敢怪齐贵嫔？如今东西已经送到，奴婢便不打扰了，还要回去跟贵妃娘娘复命呢。奴婢告退。等红袖离开，我笑着看向齐贵嫔，齐姐姐这又是何必？她到底是沈贵妃身边的人，就算如此，她也不过就是个奴才，怎敢那般跟你说话？对呀，她是个奴才，这般说话定然是有人示意的，还要多谢姐姐为我出气。齐贵嫔笑着开口，妹妹不怪我多事就好。